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mini，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中国1年1度的端午节，端午节是我们特别重要的节日。在这一天，各地都会举办赛龙舟的活动，我们还会吃粽子、逛市集、看各种演出。那今天来和我一起过一次端午节吧。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依然是正常语速的中文，然后你们可以看我的这期视频，了解一些中国的端午节的文化，顺便学一些相关的中文。那我现在呢是要去看龙舟比赛，在前面远处有一座桥，在我的左手边有一条河，右手边有草坪。那我现在呢是站在桥上，从高处往下看，现在我沿着河边走，沿着河边走。这儿都站了好多人。刚刚走过来一路上，大家都在讨论，到底应该在哪儿看。因为这条河也很长，我想去到起点，比赛的起点想去起点看一看，但是我不知道时间来不来得及，咱们得抓紧时间小跑一下。前面穿黄色衣服的是现场的工作人员。哇，这边人超级的多，都没有位置了啊！这么多人，什么也看不到啊！我觉得，可不只是河边呐，上面全是人。哇，这个场面，人山人海。人山人海啊！对面不是看比赛的，全是评论。你们看，这人超级的多，后面全是人。我现在感觉天气特别闷，好像要下大雨了。大家看这个天气，我感觉马上要下雨了。我已经把雨伞准备好了，这马上就要下大雨的感觉，随时准备好打伞。这种厚厚的云彩我们叫积雨云，看起来这场雨会很大。大家现在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比赛开始，焦急的等待。已经开始了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龙舟比赛已经开始了，你们能看到吗？河面上一共有4条龙舟，船上有很多的队员，他们正在奋力地划桨。比赛看起来非常的精彩，这边的观众们一直在喊加油加油。我们一般形容一场比赛很好看，我们会用精彩这个词，精彩的龙舟比赛。而且船上还会有个人在打鼓，你们仔细看，他在打鼓，这应该是保证所有的队员节奏是一致的，节奏一致，只有大家团结一致，这艘船才会划得快。好的，龙舟比赛结束了，我呢就准备去下一个地方啦。我真的是太热了，又闷又热，然后我头发刚才上面还粘了一个虫子，吓死我了。现在应该没有了。应该还有好几个船队要比赛，然后我们就先看到这儿。我准备呢从前面的桥上绕到对面去，好像那边有一个市集跟端午节有关的，然后我带你们一块儿去逛一逛。今天真是暴走的一天啊，我太累了，绕了好几圈，终于走上了这座桥。手里一直握着雨伞，就怕下雨。
我们现在过到河的对岸去。我刚到对岸，就下起来了，雨超级的大。突然间下了好大的雨啊！赶紧找个地方躲雨。你们看，我躲在了这个屋檐下面。屋檐，因为我这个雨伞太脆弱了，雨如果下得太大或者风太大，它就会被掀翻。所以我现在只能在这儿躲雨，躲雨，等雨小了再出去。现在雨小了，我要去逛一下市集。市集是在这个足球场里，跟端午节有关的市集。这边有很多的摊位，看看这个卖的是什么？香囊哦，这可以自己做是吧？对，自己做。哦，好香啊！挂香囊也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，它的作用是可以驱虫、驱邪、保平安。做这个多少钱？38一个，就是自己可以放这些药材。香、迷迭香，这是它的方子。这里有个演出的舞台，上面写的字就是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。前面好热闹，看看前面在干什么。摸一下，小朋友也可以拍照啊。你是摸不要摇，你是摸不要摇，对，你是摸，要更加不要挤，对，不要挤。对，眼睛啊、龙角啊、鼻子啊，小朋友必须要摸一下那个舌头啊，那个叫龙力，聪明伶俐啊。对，舌头摸舌头，多一点摸，多一点摸啊。反正摸也不用给钱，摸完以后过来敲锣的话，一年的好运都来了，霉运都走了。我也摸一下龙头。我们特意带过来给你们摸的，3000多公里啊，你们带来的都是摸。我也来刚太有趣了，我刚才也摸了一下那个龙头，然后呢也敲了一下那个锣。他说摸龙头敲那个锣会有好运。哦，这个是龙舟比赛的检录区。哦，那他们应该都是龙舟比赛的运动员，在这儿排队呢。哇哦，好厉害！哎，雨还下得挺大的，我的裤子都湿了。雨突然间下得特别大，我赶紧找了一个帐篷躲起来了。我也把我的裤脚卷了起来，因为它全湿透了。趁雨小了一点，我要赶紧回去吧，赶紧回家。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说这个雨会一直下，不等了，赶紧回去。哎，我终于回来了，太狼狈了。你们看我的裤子，裤腿这里全部都湿了。再看看我的鞋，里面全湿了。刚才呢，我买了一个粽子。端午节呢，我们的习俗是一定要吃粽子的。端午节呢，它本来就是为了纪念屈原。屈原呢，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爱国诗人，国家战败了，那他非常的伤心，非常的绝望，然后就投江自尽了。那百姓们呢，因为非常的思念他，担心江里面的鱼呀、虾呀会啃食他的身体，所以呢，百姓们就自发的做了这种用糯米做了这种粽子，把它扔到江里面，让这些鱼去吃这个粽子，而不要去吃屈原的身体。这个就是端午节吃粽子的一个来源。那演变到现在呢，就是家家在端午节都会吃粽子。我们吃的时候呢，要把这个
绳子这样拆开。小的时候我还陪我妈妈和姥姥一起包过粽子呢。好，你们看，这个红绳已经被我扯下来了。粽子是用糯米做的，糯米，然后它里面我买的这个里面包的是红枣，然后很多地方也会在里面包一些板栗或者是肉，但像我们北方一般吃甜的粽子会比较多，然后南方会吃咸的粽子，甜口咸口，我比较喜欢吃甜的。这个打开之后呢，手上就是特别的黏，非常黏。好，你们看，这个就是我的粽子。我已经把粽子叶给剥开了，这上面的这个是红枣，我们吃粽子一般都会蘸白糖，但是我现在没有。这个就是我刚刚剥下来的粽子叶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，真的，这个东西就是1年才吃一次，所以确实还挺好吃的。平时呢很少会去吃它，总之就是端午节演变到现在呢，就是大家一起放假、休息、吃好吃的，然后有条件的呢就可以全家团圆，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。现在不管是什么节，基本都是这样过，开心快乐最重要。今天在家附近的公园还有演出，也是为了庆祝端午节，所以呢，我带你们一块儿过来再逛一逛，看一看。这边有京剧表演，京剧。这边这个节目好厉害呀，叫做水上扁带。水上扁带看起来就是有一根绳子放在水的上面，然后这位演员呢要利用身体的平衡性，就像走钢丝一样，在绳子上完成一系列动作。这个节目我特别喜欢，它也非常厉害，它叫做独竹飘。独竹飘是发源于中国的贵州，运动员呢会赤足站立在一根竹子上，手持小竹竿划水前行。它被誉为中华一绝，而且已经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你们看，这个人在转呼啦圈，这里有个人在做俯卧撑，然后这个人在倒立。他们竟然还能在这么细的竹子上做很多的高难度动作，真的太牛了。看完节目呢，我来逛一下水上市集。这里卖的水果呢，可以免费试吃，所以我来尝一下这个西瓜。这桃怎么卖呀？15一斤啊，本地有地盘桃15一斤。甜不甜？那肯定甜呀，不甜不要甜啊。当然能给你调。可以扫码付是吧？可以，没问题。你帮我挑2个15元2个熟的就行。你自己挑呗，你我自己挑。我给你拿。这红的是不是熟一点啊？对，你直接往里放去了。行。叶子不要。这个呢？都好吃。这个吧。好嘞。桃几块呀？卖好多水果呀，这儿有好多水果，还有蔬菜。然后我刚刚买了个蟠桃。这里面是螃蟹啊，
这感觉太惬意了。晚上我来到河边看游船，河的两岸有好多的人，大家都在等着看金龙巡游。我快乐的端午假期就这样结束啦，感谢你们陪我一起度过，希望你们今天看得开心，学得愉快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！